我身后的这个云，非洲雨季就要来喽。看这天，马上又要下大雨了。小五带着木头头和马提亚斯今天要去趟海鲜市场，赶在雨来前，看看能不能淘到什么大货。去瞅瞅拍卖区，有没有什么稀罕又便宜的好货。一听小五说去的是海鲜市场，两保镖这兴趣立马就淡了下来。不管小五怎么诱惑，这俩骨子里对海鲜的排斥，那是一点都不会少，满脸写着不稀罕，买海鲜去。一会买海鲜给你2吃哈。木头头当场欧给小五看，不喜欢海鲜这习惯是世代血脉遗传下来的，这辈子都甭想改，嫌弃归嫌弃，门还是照样得出。嘻哈打闹了一会，3人小分队正说出门，压顶的乌云就飘了过来，天色立马变得灰暗，还没走到门口，雨就刷刷直落。2.8米大长腿的木头头率先跑了出去，马提亚斯赶紧跟上，老规矩，上蹦蹦。那海鲜市场条件太差，只能上3蹦子，开车完全去不了，绝对得堵半道上。在非洲，堵车也和国内一样，早就成了常态。小五看着一抖一抖的蹦蹦，心都站了起来。要是好乐伤疤能忘了痛，那只能说痛得不够。一场翻车让小五是彻底怕了。看着马提亚斯弹的蹦蹦破旧不堪，小五上车的腿都在发抖。一个劲让马提亚斯给车小哥交代开慢点。一路上往外看，路两旁的风景又变了模样。荒凉的土地上依旧没什么植被，稀稀拉拉的树四处散落生长着，幸好绿绿葱葱，空旷是空旷了点，但还算能看。光秃秃的红面包树像朵朵干枯的花插在地上，树干这么粗壮，居然有一棵歪倒在地上。自然界的力量还真是难以言说，或许是天阴沉了下来，暗沉沉的，影响心情。小五看着路边的风景，都生出了一些感叹。很快就到了海鲜市场，无论一天什么时间来，门口都是一如既往的破烂拥挤。知道的会说，这就是坦桑尼亚最大的海鲜市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什么破旧乡间老菜市。付蹦蹦钱4000当地币，折算人民币13块钱。走，逛去淘海鲜硬货。3人小分队拐进市场，这会市场人潮涌动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人头攒动，说明刚有渔船回来。小分队赶紧往里走，这会正是挑货的好时候。一进到市场里面，就看到一个个摊位上摆着一堆鱼，奇形怪状的小五连名都叫不上来，大的一条一条排放，小的就一堆放着，主打一个原汁原味原生态。哇塞，相当的哇塞！小五去的第一个摊位，就看到一条蓝鳍金枪鱼，目测大半米长，成色也是相当的新鲜。一看到有买主进市场，2道贩们一拥而上，想来给小五带路。小五没有明确的目标，今天来海鲜市场纯属艳遇，遇上合适的就买，没遇上就回家，用不上2道贩子，也就直接拒绝了他们的好意。来到拍卖的摊位，拍卖台四周早就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，台上正堆着一堆的鱼，好几10斤的大石斑鱼。这里的拍卖规则很简单，谁有货，谁要拍卖，就把鱼挂到拍卖台中间的挂钩上。这里的商贩相当的有眼力劲，小五盯着石斑鱼多看了2眼，就被围了起来。有人把小五看了2眼的石斑鱼拿出来，单独摆一边，方便小五验货。有人立马送进来一条小一点的石斑鱼，方便小五对比。还有个精神抖擞的大爷，又扭又跳的给小五介绍石斑鱼的做法。卖个鱼都内卷成这样，生活在哪个国家都不容易。小五在拍卖台那站了好一会，都没见人把商品拿去拍卖。看来不是所有的老板都舍得搞促销清货这一套，商贩们还是想正经八百的好好卖，多卖点钱才不辜负出海的辛苦。旁边还有拍卖台正在拍，但人实在太多，小五挤不进去，只有踮起脚从人缝里偷瞄几眼，看看里面具体在拍什么。18000拿下，有人加价到18000，成功拿下一大串鱼，拍走一串，又有新的一串鱼挂了上去，个头更大，数量更多，起拍价
2万，约人民币56块钱。尴尬。喊了底价后，台子旁边的人居然都沉默了，没人想买，也就没人还价。几声吆喝后，总算有人还价2万8。看着再无人还价，这大串鱼就以2万8成功卖了出去。这里的拍卖就是这么简单，拍卖的精髓一样没少，但流程却被简单化，让想竞拍的人一目了然。商品挂起就拍，喊价就得，要的就是快速出货，把东西卖出去，不砸自己手上就是赚。这种拍卖式的促销吸引了很多二道商贩，很多二道商贩来这拍到货后，再把鱼拿回当地，转手卖掉，赚差价。艳遇大龙虾，走，看看龙虾去。比起别的海鲜，小五对龙虾更是情有独钟。螃蟹壳多肉少，比起龙虾来，螃蟹吃起来就略显没劲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才符合山东爷们的豪爽性情。小五带着木头头和马提亚斯去了老朋友的海鲜店，店里没有生意，伙计们正缩在角落打盹。小五轻车熟路走到店的最里面，在墙角的冲洋小池子里看到一条超级大龙虾，硬货。今天小五算是来着了。老板珍藏的龙虾虽然数量没几只，但只只个头都大，随手抓起一只都有成人手腕那么粗。店家抓出来给小五看成色，小五顺嘴问了问价格，大只的要30万，折合人民币400多一只。上次小五来这花了200买到6只大龙虾，这只单只就要400，可想而知这只龙虾是有多大。听着小五惊呼价格，老板也很懂人情世故，连忙打开冰箱门，把冷藏的龙虾拿给小五看。好家伙，密密麻麻一冰箱龙虾。老板给小五说，冰箱里的龙虾都是刚死就放进去的，肉的品质还是很高。为了说服小五，老板专门拿出一只，上下左右翻给小五看。小五将就手上拿着的这只2斤来重的龙虾，问老板价格。什么叫天差地别？老板的报价，这叫天差地别。这次刚歇菜的龙虾只要3万当地币。一瞬间，有气没气的龙虾差距就出来，3万。小五一听，唰的一下就把死龙虾丢进冰箱。这老板不厚道，也不知道是故意给顾客下套，还是真不记得小五是老主顾。一条死龙虾居然报3万，之前小五买这么大只还是活着的，才2万5一只。看着小五懂行，海鲜店老板只好打着哈哈来圆场，小心要被坑，死的卖我3万，活的卖我2万5，你怎么想的呀你？小五只给2万，老板一听直摇头。小五对于死玩意龙虾不感兴趣，都站海边了，买个龙虾还买死的，那传出去江湖地位还要不要？老板又拿来一只奄奄一息的龙虾给小五过目，这只的个头要比前面那条死的小点，但整体成色还不错，生命力虽然不够，就剩几根脚还在垂死挣扎。老板想在歇菜前把这货给销了，报价也没在信口开河，只要了2万5。挑挑选选，小五挑中5只战斗力尚可的龙虾，上称一称有6斤重，价格不错。这龙虾只要有口气在就成，有多活跃，小五也不要求，反正到家都得弄晕煮了吃。买好龙虾，走出市场，小五才发现已经走不了了，外面雨已经下得很大，淅沥沥哗啦啦的。小分队只好待在市场里，等雨小一点再出发。小五躲雨的旁边，恰好有个商贩正在处理海鲜，一案板红乎乎的血肉，看得小五直摇头。这些都是当天卖不掉的海鲜，商贩们需要解成一段一段的放进冰箱储存起来。商贩就站在雨里，切鸭剁的。小五来了兴致，打算再去海边看看。这雨一下，说不定会涨潮。雨中看海，风景别具一格。去海边的通道上全是从海边刚赶回来的渔民。小五的逆行显得有那么一丢丢的傻气。边走边看，海边的好处就是海鲜不值钱，路两边到处都是散落的金枪鱼。果然，源头就是源头，这要放国内，那就是暴殄天物。到了拐角处，小五发现地上铺着一大块塑料布，
里面盖着的全是金枪鱼，太奢侈了。这宝贝不动起来，随手就往地上扔。走到海边，没有意外，没涨潮，雨来得又快又急，路面开始泛起泥浆。小五一行人只好冒着雨出去找蹦蹦，反正都淋湿了，就这样试着先回家吧。没想到出来的路上，小五还遇上了阴祸，一货车的金枪鱼倒立在货车车厢，数量之多，惊得小五又是一顿哇塞。这哪是一车鱼，这明明就是一车的钱。爱吃海鲜的朋友们，快来吧！到了坦桑尼亚海鲜馆堡，这里太适合海鲜重度爱好者去观光旅游。在国内，动辄4位数的海鲜，在坦桑尼亚用国内的零头就能买上一大堆。到了这，海鲜自由，不用做梦。小五豪气承诺，只要国内的朋友到坦桑尼亚，直接来找我，我请你海鲜吃到吐，要淋成落汤鸡了。走到市场门口，路面已经出现积水，小五催着马提亚斯快去找车，赶紧回去，头上乌云依旧密布，这雨一时半会停不下来，再不走，雨水积起来，就真走不了了。回家开门必杀技，木头头扒着门站着，来回左右的看了看，确定四周没人，立马拔刀，快速往两门之间锁的位置一抬，门就开了。看着小五，心又战了战，保镖的安全意识该培训培训了。这炉火纯青的操作可不是好现象，半大不大的金枪鱼也就几十块钱一条。现在海鲜市场里的金枪鱼主要供给的是当地的餐地，但消费的人还是华人居多。当地人不爱吃，非洲人大部分也都不爱吃海鲜，华人算是带动当地经济的一大主力。欧美人也吃，战斗力比起华人那就差远了。这也是当地海鲜特别便宜的原因，奇货可居才贵，吃的人少，价格自然就便宜。这倒便宜了小五，漂洋过海，远离家乡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却能饱口福。牛羊海鲜随便造，啃起龙虾肉来，就跟吃香肠一样痛快。小五又带着网友们的羡慕煮龙虾去了。